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智财小站，我是老岳。8月14号是二季度 13F 的申报截止日，机构的持仓表都交上来了。我挑了10家主动管理的机构，一张一张看下来，他们没有集体退出 AI 相关的仓位，有的接着拿，有的是这个季度新建的。二季度做的最多的动作是在 AI 内部换仓调仓，卖掉一部分公司，换成另一部分公司，这家减一点，那家加一点。另外有几家加了大盘指数、公用事业和传统能源，把持仓集中度降下来。所以这期要看的是这10家的仓位挪到哪些公司去了。这10家是我自己挑的样本 ，N 等于10，持仓日期都是6月30号，申报日期都是8月14号。一季度和二季度拉平之后，有2102个可以逐条对比的持仓位置，后面所有的加减都在这个范围里比。标题里写巴菲特、段永平、索罗斯，是为了让人一眼认出这些机构。真正提交这几份 13F 的是3家机构 Berkshire Hathaway、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oros Fund Management， 他们申报的是机构在美股的持仓，不等于3位本人的完整个人账户。Berkshire 现在的 CEO 是 Greg Abel，Soros Fund Management， 现在的 CEO 兼 CIO 是 Don Fitzpatrick， 所以下面提到的买卖不能说成是巴菲特本人或乔治·索罗斯本人拍板。HH 的 Form ADV 显示，段永平是这家机构的所有者和控制人。10家的 13F 申报市值，一季度大约3649亿美元，二季度4116亿，多了约467亿，涨了 12.8%。10家里8家比上季度高，2家比上季度低。这个数不能当成他们净买入了400多亿。13F 报的是季末那天手上的证券按市价算值多少钱，不是这个季度花出去多少钱。举个例子，一家机构一季度末拿着某只股票100万股，股价100块，报上去是1亿。二季度他一股没动，股价涨到130，报上去就成了1.3亿。表上多了3000万，他1分钱没买。反过来股价跌了，仓位没动，申报值照样缩水。客户的申购赎回，哪些证券需要申报，也会改这个数字。所以这份材料能回答的是结构，谁在哪一类资产上加了、减了、清了、新建了，他回答不了资金流进去多少。后面我做的比较，能用股数就用股数，那就从公司层面开始，看他们在同一批股票上加减的方向。这10家在同一批股票上的方向并不一致，但分歧的位置有规律。Alphabet 10家里6家新建或增持，3家减持，1家一股没动。Nvidia 2家增持，4家减持，1家清仓，还有3家本来就没有普通股。TSMC 3家增持，5家减持或者清仓，2家没有。在这3只里，新建或增持 Alphabet 的机构家数最多，减持或清仓这边 Nvidia 和 TSMC 的机构家数最多。这批机构没有在表里解释过任何理由， 13F 也不要求他们解释，所以下面的说法都是我的推断。买 GPU 龙头，赌的是它在竞争里守住份额和毛利。Alphabet 自己有搜索和云的现金流，付得起资本开支，它既是买算力的一方，也在把 AI 卖成服务。可能有机构觉得拿着它 AI 这条线上的暴露还在，又不用压哪一家芯片厂赢，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再往下看几只热门 AI 或算力标的，加上中概电商 PDD 的加减加速，还有这个季度刚上市的新股 Cerebras 有3家新建，剩下7家原来就没有。 SpaceX 有5家新建， CoreWeave 是2家加2家减， PDD 是2家加1家清掉， X Energy 有2家新建。 Cerebras、SpaceX 和 X Energy 这3家公司都是2季度完成 IPO 的。X Energy 是4月27号， Cerebras 是5月15号， SpaceX 6月12号才开始交易。这些仓位只可能是2季度建的，1季度想买也买不到。这个样本里没有出现集体退出 AI 的迹象，多家机构还在新建或者增持 AI 相关的公司，但我不能拿这些表算出 AI 的净流入，
也算不出这10家在 AI 上的总敞口。13F 给不了这2个数，这10家也是我挑的样本，说明不了全部机构在做什么。Alphabet 这边最大的一笔在伯克希尔，它2个类别的 Alphabet 股份合计从约5780万股增加到约 1.06 亿股，多了约4810万股，季末价值377.6亿美元，占它整张 13F 的 12.6%。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从二级市场买来的。Alphabet 做过一笔100亿美元的私募配售，伯克希尔拿到约1420万股 A 类和1440万股 C 类。这一笔的路径很清楚，伯克希尔把钱付给 Alphabet 这家公司，不是付给市场上的卖家。Alphabet 在 SEC 文件里写明，这笔钱的用途包括 AI 基础设施和全球算力，所以这一笔的性质是给这家公司添设备、建机房，跟在市场上接别人抛出来的货不是一回事。其他几家在 Alphabet 上的动作各不相同。ThirdPoint 的 A 类加了 485.7%，Arc 在原有的一类上增持，还新建了另一个类别。Tiger 在减 H 的 C 类减了 46.9%， 桥水也在减。喜马拉雅2个类别一股没动，2类加起来接近它2季度申报的一半。加的人可能看重平台的现金流，减的人可能在兑现利润，也可能在调整这个仓位的比重。理由 13F 不写，我不替他们编。NVIDIA 这边 HH 减了 54.6%， Tiger、桥水、索罗斯基金都在减。ThirdPoint 把普通股清掉了。另一边 Arc 的股数加了 33.4%， Appaloosa 也加了一点。这不能写成机构在看空 NVIDIA。你看 H 它减了1半多， NVIDIA 仍然留在它的前5大里，它前5大加起来接近2季度申报的90%。一个仓位涨得多了，在组合里的比重自然变大，减掉一部分可能只是把比重拉回去，这跟看空是2回事。兑现利润、控制单一持仓比重，在 AI 内部换到别的环节，这几种可能同时存在， 13F 分不出来是哪一种。新股这一块，Arc 一口气新建了 SpaceX、Cerebras、X Energy 和 Snowflake， 其中 SpaceX 持仓 7.65 亿美元，约占它2季度 13F 的 5%。 Tiger 同时新建了 Cerebras 和 SpaceX，Cerebras 那笔 6.63 亿美元。Appaloosa 和 ThirdPoint 也各自新建了 SpaceX。SpaceX 从6月12号开始交易，到6月30号只有10几个交易日，5家的申报里就出现了它，这说明这批机构愿意接新上市的供给。有一种说法我不能跟着讲，就是他们卖了 NVIDIA 去换这些新股， 13F 不显示某一笔卖出的钱去了哪里，这一步我没有证据，卖出的钱去了哪里13F 答不了，但季末的新建和增持名单还是能告诉我们这些机构在哪些环节留下了仓位。接下来是电力和数据中心，索罗斯基金新建了 AEP、Nebius、Digital Bridge 和 X Energy、Entergy 和 Digital Realty 都是成倍增持。Arc 的 CoreWeave 股数加了 4.7%， Appaloosa 新建 CoreWeave，Vistra 也加了一些。电力和数据中心这一档不能全算到 AI 账上。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是一种可能的原因，利率环境、能源周期把组合往防守方向挪，同样解释得通这类公司为什么被买。桥水这一季也新建了 SpaceX， 持有11597股，季末价值约198万美元，占它2季度 13F 的 0.0081%， 所以桥水不是完全没有 AI 暴露。可同一个季度它加了 SPY、IVV、VOO 这些指数 ETF， 也加了公用事业和传统能源，同时减了 NVIDIA、博通、亚马逊、Alphabet、Lam Research 和美光，这些是表上能确认的变化。我的理解是，跟这笔很小的 SpaceX 仓位相比，桥水更大的持仓变化更像宏观分散和降低个股集中度，而不是把组合主线转向 AI。SpaceX 这条反正修正了桥水没有 AI 暴露的说法，但没有推翻它2季度更偏分散的总体特征。换仓的逻辑，我挑3家讲细一点。Arc 这张表的口径容易弄混，
它是 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这家管理公司的全部申报，不是 ARK 一支基金，也不是 Casey Wood 的个人账户。它的申报值涨了 19.8%， 同样不是净流入。它捡的是成熟硬件这一类， AMD 股数少了 47.8%， TSMC、Teradyne、Roku 也都在减。为什么减这几家 13F 里没有理由，我不知道。同时它在 AI 的不同环节上都加了 Alphabet 增持加新建， NVIDIA 股数加 33.4%， CoreWeave 加 4.7%， Tempus AI 也在加，在新建 Cerebras、SpaceX、X Energy 和 Snowflake。 特斯拉股数少了 2.5%， 仍然是它的第一大仓，一边减成熟硬件，一边买不同环节，说 ARK 在退出 AI 跟表上的东西对不上。 HH 是另一种做法，它的全名是 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是段永平拥有并控制的管理机构，同样不是他的个人完整账户，他的申报值降了 4.5%。 持仓上 NVIDIA 减了 54.6%， Alphabet 的 C 类和微软也在减，同时 PDD 加了 26.7%， 新建阿里巴巴，美国 AI 大盘股的比重降下来，中概的比重升上去，减掉的钱去了哪里？ 13F 追不到，我只能说它寂寞的持仓结构变成了这样。它也没有清掉美国 AI， 苹果、NVIDIA、Alphabet、微软都还在表上，这看起来更像赔率上的调整，不是立场反转。索罗斯基金这一份值得多说两句，申报主体是 Soros Fund Management 这家机构，它不是乔治·索罗斯本人的账户，它的申报值降了 10.7%。 Put 那一栏的申报值少了 75.9%， 其中 SPY 的 Put 股数少了 93.7%， 能源 ETF XLE 的 Put 也砍掉了1多半。他一边在多个标的上减少 Put， 一边在 NVIDIA 上新建了40万股 Put， 这两件事出现在同一份申报里，压整个市场下跌的那部分大幅撤掉，单独对 NVIDIA 建了一个 Put， 这是表上能看到的事实。至于这个 Put 干什么用， 13F 不显示，它可能是保护性对冲，手里的 AI 相关仓位不动，给单一股票的估值上一层保护，也可能就是方向性看空 NVIDIA， 这两种可能 13F 分不出来，我也分不出来。还有一个技术细节别弄混， Put 那一栏报的是标的市值口径，不是他花掉的权利金，那个降幅不能理解成他少付了多少保费。另一头，它在电力、数据中心和 AI 云上一路在加。前面说过，这一档的买入理由不止 AI 一种。剩下几家只说方向 ，Tiger 减 NVIDIA、Alphabet、博通和 TSMC， 同时新建 Cerebras、AMD 和希捷，还有2个小仓的算力相关公司。Third Point 清掉 NVIDIA、博通、Lam Research、KLA。和一支半导体 ETF TSMC 反而加了 67.3%， Alphabet 的 A 类大幅增持，还新建了 Keysight、Flex、TTM Technologies 和 SpaceX。 它没有全面退出半导体，减掉的是另外那几家芯片和设备公司。Ducase 呢，新建 Alphabet 和 AMD，TSMC 还在加，清掉博通和美光 ARM 大幅减仓。喜马拉雅加的是 PDD 和伯克希尔 B 类，2类 Alphabet 一股没动。Appaloosa 加的是亚马逊、TSMC、Meta、NVIDIA 和 Vistra。 在这份 Q2 快照里，方向是相反的，有机构清掉 NVIDIA， 也有机构再加 NVIDIA， 有机构减 TSMC， 也有机构再加 TSMC。 多数机构保留或者新建了 AI 暴露，走的路不一样。还有几家同期增加了非 AI 资产，把集中度降下来。这2件事同时发生，不能压成同一个动作。总体来看，这10家没有集体退出 AI， 样本里多家还在新建或者增持 AI 相关的公司。这句话的分寸我说明白，我能说方向没变，结构变了，我不能说这10家净买入了多少亿美元的 AI 资产。13F 算不出这个数，我也没有做过全组合的行业分类统计。结构上的变化，本季度的样本里能看到这么一条线索：一部分成熟芯片仓位被减下来，新建和增持的仓位落在平台公司。2季度才上市的新股 AI、云、电力、
和数据中心。至于为什么这么挪，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机构在按利润最后落在谁身上挑公司，算力卖给谁，谁来付这笔电费，哪些公司的股价已经把好消息算完了。这只是样本里透出的一条线索，不是10家的统一逻辑。桥水那种加指数 ETF 加传统能源的做法更像宏观上的分散，跟 AI 产业链的位置没什么关系，硬塞进同一套解释就不老实了。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同样是看好 AI， 你买一家芯片公司，赌的是它在竞争里守住份额和毛利；你买一家电力公司，赌的是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往上走，跟哪家的芯片赢关系不大。这两个仓位涨跌的理由不一样，出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对吧？你自己的账户如果3支票的涨跌理由完全相同，那它其实就是一支票。最后是这份数据不能用来干什么？这些持仓是6月30号那天的一张快照，今天8月中旬，中间过了1个半月，他们完全可能已经改过。申报市值增加不等于净买入，这一点前面算过账。13F 不报现金也不报空头的全貌，你看不出它整体仓位有多重。季度中间的买卖路径也不显示，你不知道它是季度初买的还是季度末追的。跟着13F 买，你天然晚1个半月，还不知道人家的成本和止损在哪儿。机构买了什么，跟我要不要买是2个问题。要不要买，还是回到自己那一套，这支票有没有入场信号，是不是已经追高了，止损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笔亏掉会不会影响我继续留在市场里？没有信号就不开单。这条不会因为伯克希尔加了 Alphabet 就改。以上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